在说到中国剩女这个问题的时候，韩剧和国产剧都功不可没，并不是怀恨女性实际上中国的剩女的处境挺可怜的。为什么现在单身女性已经超过了1个亿呢？作为一个媒人接触过非常多的姑娘，她们在选择伴侣这件事情上，想法真的是有很大的问题的。她们总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神仙男友出现在剧中呢？男主角要么就是富二代，要么就是行业的精英，不仅是住别墅开豪车，还浪漫帅气，主角都不可能是穷人。而他们的思维呢，还与我们普通人不太合拍，不喜欢门当户对的富家千金偏偏喜欢那个长相普通的灰姑娘。编剧要是发挥的好呢，可能还会出现一个男2号来争抢这个灰姑娘这种竞争在某种程度上是很让人揪心的。普通姑娘们看着电视剧里的情节感觉非常的过瘾然后呢就开始幻想着期待着能遇到一个有钱有颜完美无瑕的男人。然而咱们回到现实当中，大部分的男人月薪只有5000，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也没有超高的颜值，更没有神仙般的浪漫，也不会说虚伪的情话。姑娘们呢，拿着电视剧中的幻想，想在现实当中呢找到符合标准的完美男人，结果他们都失望了。于是呢，就有了中国男人配不上中国女人的争议。姑娘们挤破了头也找不到高富帅这样的伴侣，因为那些高富帅喜欢的其实是门当户对的千金，而不是土里土气的灰姑娘。这种信息差和捧杀让人感到很无奈的。但是可悲的是这些姑娘她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和电视剧中的角色是一样普通的，但是为什么就会被淘汰呢？说实话，我在写这篇文案的时候我心情很沉重。虽然理智告诉他们要少看这样的剧，但是作为一个姑娘看到这样的剧情无法自持也不难理解。所以呢，我请大家一定要做好自我定位和期望管理，多在现实当中找到适合自己的幸福，好不好？有的人天天都嚷嚷说自己为什么要将就找个人结婚低质量的婚姻不如高质量的单身可能是因为他们年龄大了实在是找不到理想的人了，就找一个托词呢安慰一下自己。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倔呢？说实话，真的要一个人去面对孤孤单单的100年人生，还真的是需要点勇气的，挺可怕的。别告诉我你有什么闺蜜有哥们儿，你就想一想那些孤独的时刻，你的那些闺蜜哥们儿他们又在哪儿呢？你能承受得了几级孤独呢？据说第1集就是一个人去逛街，想买件漂亮的衣服都没人给你点意见。第2集呢，自己一个人去看电影，不管电影多精彩，你也只是一个人在哭，一个人在笑，散场之后呢独自回家，连个可以分享和讨论的人都没有。第3集，一个人喝酒，你喝的那是酒吗？你喝的恐怕都是自己的心情。第4集呢，一个人去吃火锅，本来吃火锅是个热闹的事儿，可是你呢却吃了个寂寞。最可怜的是第5集，生病的时候自己给自己买药给自己做饭，身边没一个人照顾你，只能自己扛着呀。第6集呢，是一个人去旅行，别人都是成双成对的可是你呢就得拿着那个自拍杆自娱自乐。第7集呢，是一个人搬家，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没有一个帮手真的是冷冷清清的。第8集呢，是每天一觉醒来连一条信息都没有，你不怀疑这个世界已经把你遗忘了吗？第9集，一个人做完手术你妈妈打来了电话，你还得故作镇定地说放心吧妈，我挺好的。第10集是最可怕的，你会觉得这些都是正常的生活据说还有第11集你亲眼送走了爷爷奶奶和爸爸妈妈，这个世界上就剩下你一个人了的时候，你孤不孤独还有最可怕的，就是你好多天都没有出门了，是邻居发现了你。所以人的这一生要好好的规划，你还是要有一个同行的伙伴的，他还是可以给你陪伴，可以给你温暖的。现在有多少人在找对象的时候就像选商品一样不能差1分，不能少1毫，不然就不行。有更多的人把婚姻当做了交易，当做跳板。其实这样的人你最后一定会被婚姻反噬的所以呢，你如果真的能承受得住这样的寂寞，这样的孤独，那我觉得你可以孤独终老，没问题那我也要恭喜你逆袭成功对吗？
你为什么会被短择呢？有些姑娘啊，整天哭天抢地的，非要嫁个有钱人。然后呢，我们也给她介绍了，她也相处了，结果最后她还是被人家短择了。然后呢，还会跑过来问我们啊，怎么判断一个男人对自己是长择还是短择呢？这个事儿其实啊，完全看你自己，这是没有办法一开始啊就判断得出来的。今天咱先不聊长择，就看看你们啊都是怎么被人家短择了的。最近已经好几起啊分手事件啊，跟你们说一说啊，都是因为你们短视引起的。为啥我说你们短视呢？就是你还没有嫁进去，你就开始盘算了啊，你连头都没有开好，怎么嫁得进去呢？这是不是个大笑话？我讲几个案例你就明白了啊。前不久有一位 A 小姐，因为跟男士说结婚的时候要求买一辆几千万的车，结果把人家给吓到了啊，就难以置信嘛，她这样的一个年收入几十万的小姐姐，怎么会有这么远大的理想呢？人家当然沉默了，直接就把她 pass 了。还有一个 B 小姐啊，也是毁在了谈婚论嫁的时候，要求男生家里必须在北京买一套学区房啊，写她的名字。你真的是把人家当傻子了啊！这位公子毫不犹豫就放弃了。C 小姐呢就更惨了，见了好多个公司的老板或者是富二代啊，她每一次啊见完第二次出去吃饭啊就没有下文了。于是我就很好奇啊，我就问每一个跟她出去吃个饭的男士啊，无一例外都是因为第二次出去吃饭呀 ，C 小姐就会暗示男士给自己买东西，不是名牌的包包就是名牌的服装，一定是吃了饭要逛商场的，结果没有一个有下文的。你们说这能怪谁呢？ D 小姐呢更有意思啊，跟男生已经快到谈婚论嫁的地步了，可惜了还是栽到了钱上。她不但要求婚后要换一个几千万的大房子，而且呢要求男士呢在婚后呢资产要由她来掌管，还不想自己生孩子啊，最好是代孕。就还没结婚呢，你天天就在盘算着怎么花钱。这位男士说，我再有钱也不想被别人当提款机啊，如果我自愿给你花的，那是我乐意的，但是你开口要的那个性质就不一样，时间长了的话，你跟那些捞女的性质有什么两样呢？关键的是你对我也没有多好，我也并没有感受到你能有多爱我，我更感受不到你未来能成为一个优良的妻子。你除了会花钱之外，还给我提供了什么价值呢？所以这里啊有一个重点要画一下啊，你符不符合人家有钱人对未来妻子的要求，而不是你有多会花钱。这一点难道是他会娶你的必要条件吗？我看啊恰恰相反吧。你在如何成为一个有钱人的妻子这个方面，除了那张漂亮的脸以外，哪方面你还下过功夫呢？我估计啊你们根本没想过。所以这样的人啊，你的认知啊，你就嫁不了有钱的人，因为他们既然有钱，也说明了人家的智商是在线的，能找个你这样的吗？啊，所以你只会被短择嘛，是不是？这个道理你自己想一想呢。目前北京的相亲市场呢，有一个非常残酷的真相啊，女生你的年龄啊，直接就决定了男生的交往态度。女生如果28岁以下，那30岁的男生呢，还愿意选择你的啊，也会比较积极主动的约你，物质上呢，他也会适当的为你付出。那30岁以上的女生呢，基本很难遇到同龄男生的选择了。交往的时候啊，男生也不会太积极了，他们也会要观察女生的一言一行啊，进行评判。在付出这个方面，他们更希望你能跟他有来有往，相互平衡，谁也别占谁的便宜。那这个时候的女生，如果你不太主动啊，还想被动的遇到哪个男生啊，单方面的去追求你，这个概率已经很小了。女生如果33到35岁之间啊，基本上女生不主动的话啊，还强调自己慢热的话，那男生啊可能直接就放弃你了。约会呢都是非常现实的，比如说先约个不花钱的地方见一下啊，觉得还行呢就去吃个饭，没眼缘或者没感觉啊，直接就找借口走人了，连杯奶茶都不会给你买。要是女生大于35岁，那恐怕不管你主不主动，男生都提不起多大的兴趣了。估计啊，就算你很主动，恐怕都没戏。你们说对吗？来评论区聊一聊吧。今天啊，我不得不来说一下了啊，有的单身的男人啊，也挺让人无语的。条件很好，很优秀啊，但是他就是脱不了单。那是因为啊，真正漂亮的女孩太少了。我经常都会碰到一些啊30-40岁以上的单身男人来跟我说，我不要求女孩子的工作有多好，我也不要求女孩子的收入有多高，我更不看重学历，我就连她的家庭背景我都可以不在乎，我只要求她呀长得漂亮就行了。
今天我就来跟大家讲一个事实啊，其实他说的要求呢确实不过分，但是呢问题是啊，大哥啊，你还是不太了解实际情况的。首先那种人见人爱的天然美女啊，她确实是非常之少的，她比年收入7位数的男孩啊还要少得多。你不得不承认啊，美女她只占到了女生总体量的 20%啊，就像那些优质的成功男人一样，也只占到了男人总体量的 20%。那这一小撮人呢，是那 80% 的人心之所向的，他们都想得到这 20% 的人群里的人，所以才会竞争非常的激烈。那么不论男女啊，你如果不在这个群体里，真的没有必要去跟人家竞争。你有什么实力呢？还有一种男生啊，会在颜值的基础上啊，还要加上对方的学历好啊，家境好，那你就更完蛋了。不是没有这样的女生，而是这样的女生啊，根本看不上还在半山腰的你。既然啊，人家颜值又好，学历又高，再加上家境也不错，那他挑选对象的要求自然也就是那种站在塔尖上的人了。你确实也很优秀啊，但是优秀人却很多很多，何况呢，你还没有站在塔尖上啊，所以你是基本够不着他的啊。再者说了，漂亮的女人大部分啊都比较重物质生活，你的兜里没有银子啊，那就别上杆子上去舔了，根本不是你的菜。别搞得自己最后赔了老本啊，连手都没碰一下，你说你何必呢？还是现实一点啊，找个好女人啊就 OK 了，对吗？你是不是小姐生子丫鬟命啊？跟你聊几句啊就知道了。你是不是很快就能嫁得出去呢？看看你的情商啊，就全明白了。你的认知就是另一个你，他可能阻挡你，也可能帮助你。有些30多岁的女孩啊，说出来的话真是令人下头的，一听就知道啊，为啥30多了你嫁不出去。他们的恋爱观是这样的啊，说女人谈恋爱啊，结婚就一定要图钱。你知道吗？那些图钱的最后都赢了，那些图人的最后都输得很惨。现实中是这样吗？可我真实看到的大部分嫁得很好的女人，她们从来不跟男人谈钱，她们只是跟男人好好谈恋爱，最后呢既收获了爱情也收获了钱。而那些只图钱的女人呢，把有钱的男人当傻子，最后呢钱没图到人也没图到的人大有人在。你知道为什么你才是真正的输家吗？你谈个恋爱一上来就图钱。有些女人说我就要谈钱，谈钱才能衡量他对我的爱呢。我就想问你一句，你是在卖你自己吗？爱情这个东西它原本跟钱是没有什么关系的，现在你倒好，你的爱情要靠钱来买了是吗？那还叫爱情吗？根本就不是。也难怪啊，现在有的男人啊不愿意再花钱啊来证明自己了，他们已经被这个幌子啊坑得够够的了好吗？男人又不是傻子，特别是有钱的男人，他们的财富难道不是靠自己的努力和智慧得到的吗？所以啊，就你那点心思和伎俩啊，人家全看在眼里，你不过像个笑话啊，你抬个腿啊，他都知道你要干什么，只不过人家不说罢了。你不过是他花一点钱就能得到的女人，你觉得你在人家心目中能是个什么角色呢？是一个乞讨者吗？差不多了吧，天天伸手要，不是吗？有的小姐妹可能被1-2个男人伤透了心，就变得现实又无情啊。难怪现在有的男人说你们啊，小姐的身子丫鬟的命啊，毁就毁在自己嘴硬，30多岁嫁不出去，指定就是有毛病。嘴上说想找个有缘的，心里呢其实想着找个有钱的。可是有钱的人呢，永远喜欢18的，没空研究你这30出头的。大龄剩女啊，你别愁，找不到青年找老头。虽然这些话啊有点调侃的意思，但是呢听上去也没毛病。所以小姐妹，你谈恋爱谈钱的前提是你能不能给对方提供人家想要的情绪价值。你先自己审核一下，你有没有这个能力。如果你说个话都处处得罪人啊，谈个恋爱也不管不顾，必须男人给你当舔狗。我从来就没有见过有钱人是舔狗的，只有大波的女人啊生扑他们，那还差不多。好的爱情它是不会流露出物质的痕迹的，但是呢它却处处有物质的支撑，这个才是对的。那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事情，而不是一种刻意追求的形式。你们说我说的对不对呢？啊，别忘了给我一个小心心哦。你们信不信啊？有80%的女生啊，都是自己把自己啊活生生的拖成了大龄剩女的。就是因为在相亲的时候，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误区，认为相亲就是在给男生一个追求自己的机会。他们说啊，现在的男生一点耐心都没有，经不起一点点的考验。有个女生啊，91年的，
在私企里边工作啊，做文员的，年收入大概也就10来万的样子。朋友呢给他介绍了一个88年在大厂做管理的一个男孩啊，一年呢收入30多万，家里在北京的4环买了一套房子。两个人刚见面的时候呢，双方都觉得挺满意的。男生呢就开始追求她了啊，请她吃饭呐，请她逛街呀，车接车送啊，随叫随到。就这样追了她2个多月啊，520的时候呢，男生就捧了一束花给她表白，希望能把这段关系给确定下来。但是呢，他觉得哎呀，这个速度太快了啊，女生有这样的想法也正常嘛啊，那2个人呢就再处一处啊。结果男生呢又追了她3个月啊，在七夕的时候呢又跟她表白了啊。他呢就觉得这个男生啊太心急了吧，我们这才认识不到半年的时间都表白2次了，这个目的性是不是太强了呀？但是这一回男生啊就不耐烦了啊，直接就摊牌了，问他到底喜不喜欢自己，你要是愿意呢咱就在一起，你不愿意呢就拉倒吧啊，没有太多时间追他了。这个女生一听这个男生的态度啊，还没跟他在一起呢就开始威胁自己了，以后在一起了那还了得啊，然后呢就又把男生给拒绝了。这回啊男生二话没说啊，把花直接扔进了垃圾桶，上车就走了。哎呦，这回啊把这个女的气的呀不行了啊。那我听他说完我也懵了，那我说你到底喜不喜欢人家呢？他说我挺喜欢的呀，因为这个男生的条件是他遇到的男生里面最好的，但是呢他又觉得啊女生不能太好追了啊，那男生就不会珍惜她。再说呢确实是啊我自己又比较慢热，有句话不是说嘛啊，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我听他说完我真的头又大了啊，又是一个毒鸡汤喝多了的。你咋不看看自己的年纪啊，又不小了对不对，你条件又不是很好啊，又不是很出众，你把自己搞得那么难追，那用这个难追来衡量这个男生对不对？我觉得这个你这个观念是有的问题的呀啊，你搞得那么难追，那人家还不停的追你啊，那说明这个人他就是没得别的追嘛，他没得选嘛。但是但凡他选择面广一点点，他可能都去追别人了，这个结果是谁造成的呢？难道不是你自己造成的吗？那能怪谁呀？还有啊，就是一个女生啊，你一定要知道啊，自己在相亲的时候那些减分的项，30岁以上的女生一定是减分了啊，身高不足1.6米的有点减分啊，体重超过平均水平的也是减分的，有弟弟的也减分，离异家庭的也减分，本科以下学历的很减分，父母没有保障的啊减分，工作不稳定的呀肯定减分，经历太多的那绝对减分，公主病的呀也是很减分的，内向慢热的那绝对减分，不喜欢沟通的减分，太被动的减分，不想要孩子的那绝对减分啊，有男闺蜜的那也是啊减分到0了。最重要的呀那就是长得丑啊是最减分的。你们觉得我分析的到底对不对呢？啊，咱们的评论区聊聊吧。你配得上这样的男生，但是呢你的竞争对手是什么实力你却不知道。前不久呢我这里来了一个92年的女生，她呢想跟我聊一聊自己的择偶定位，因为她说自己从25岁就开始相亲了要求条件一直都不算高没有变过，但是这几年相亲下来没有一个谈成的。之前呢年纪小一点的时候呢还有几个男生有点意向接触一下但是后来呢还是因为对方觉得不合适就收场了。他说自己是92年的，想找一个大3岁以内的男生不算过分吧，自己呢是体制内的工作，想找一个同样是体制内的，这一条应该也没有什么毛病吧。然后呢收入方面比自己高一点就行，他一年呢12万，对方呢有个30万就 OK 了。在北京这样的收入的男生不是很多吗？这一条是不是也不算高另外的话呢自己在北京有房有车，所以希望对方呢也有房子也有车。然后学历方面，因为自己是个硕士嘛，所以呢希望对方呢也是个硕士，这样呢也算是很对等的，对吗？身高的话自己1.65米，要求对方175，这个也很正常，是不是？我听完之后呢我就跟他说从条件的匹配角度来讲的话，这样的要求呢确实一点都不过分，非常的正常，并且匹配的很好没有高攀也没有下架，挺合适的。的确你的条件应该配这样的男生的。可是有一个问题你不能忽略了，我给他分析了一下，一个在北京的男生，年龄34岁以下，身高在175以上，体制内稳定的工作，有房有车，年薪30万以上，还是个硕士的学历，那么这样的一个男生，他可以选择的范围非常的大。就从年龄这一项来讲，他可以从20岁到30岁的姑娘中筛选，而且基本上比你年轻的女孩们也都想找这样的男生，条件要求都跟你差不多。而一个女生的年龄又是男人最看重的一项，但是你自己呢，3个年龄段的男生，从学历来讲，男生呢可以从大专选择到硕士，这一点他的选择范围仍然比你大很多。那么还有就是关于收入房子车呀，这几项是男生不太看重的东西，所以你有车有房对他来说意义不大。
毕竟就算结婚之后，你的还是你的，他是占不到太多便宜的，对吗？所以啊，在这样的情况下，男生们肯定愿意找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所以你在匹配对象的时候啊，不要去跟男生匹配条件，而是要跟你的竞争对手去对比一下，你是不是人家的对手，这样才是对的。其实现在啊，结婚率已经非常低了，基本陷入了一个死局。因为好多的女生找对象啊，如果没有房没有车没有存款，她就不要啊。那男生呢，你有房有车有存款又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也不会给我用啊，我也不要你。有的男生觉得我的东西凭什么要给你呀？而没有的男生呢，啊，反正我啥也没有嘛，啊，我就不找了，反正我也找不到。有房有车有存款的女生呢，啊，又觉得那我啥都有了，我找个男人干嘛呀？男人呢觉得，哎，我有别墅啊，靠着大海，哎，我多有钱，我更不想找了，我找谁我都吃亏啊。总之呢，很多的女生啊，不管有没有都不满足，很多的男生呢，不管有没有都不大情愿，比来比去，选来选去，都30好大几了啊。好多呢，好像自己过啊也没啥大不了的，那就接着自己过呗，反正都习惯了，所以他们都结不上婚。你们说对不对？虽然你是公主啊，也没有什么了不起，那人家还是个王子呢。昨天呢，有一个女生跟我说啊，我给她介绍的一个男孩子啊，最近啊把她拉黑了。2周前，这姑娘啊跟男孩见面以后啊，双方都很满意的，他们两个都是富二代，家庭条件和个人条件都非常般配。然后呢，彼此交换了微信之后，就开始约会了。第一次约会在餐厅。女孩呢路上有点堵，迟到了1个多小时。半途的时候，男孩就问她到哪儿了啊，等的确实有点不耐烦了。女孩呢偶尔迟到一会儿啊，一般来讲是可以理解的，但是1个多小时啊，还是真的有点过分了，对吗？但是女孩到了地点之后啊，不但没有跟男生道歉，反而责问男生说，我在路上开着车呢，你为什么完全不顾及我的安全，不停地催我呀？她觉得男生特别的不绅士。这一顿饭吃下来，男生还是觉得有点歉意啊，那所以对她呢照顾有加，细心体贴。于是呢，女孩那个气也就消了。可是这个时候，男孩对女孩的印象却有些减分了啊。他不但迟到了啊，不道歉，好像男生等他也是应该的。而且呢，这顿饭的中间啊，一直就是男生在照顾他的喜好，而他呢，只是在审视对方的一言一行啊，自己却没有任何的作为。第2次约会呢，2个人啊是去看电影，先约好了的看什么电影，结果临到要开演了，突然啊，女孩说不想看这个了，要不要换一个？男生呢又跟他重新挑选啊，2个人花了1个多小时才决定看什么。在电影院里边呢，中途男生口渴了，顺手啊去拿旁边的矿泉水，因为太黑了看不清，结果呢就抓到了女生的胳膊。这个女孩啊快速的啊抽离了，并且立刻马上来了一句啊，干嘛呀？我可不是那种随便的人啊。男生很尴尬啊，因为在电影院里啊他又不方便解释，心情被弄得很糟。回家以后啊，男生已经开始有点下头了啊，感觉这个公主脾气啊太大了啊，真的是不招人喜欢。可能呢是从小到大呀被骄纵惯了。那第3次的约会啊，直接就夭折在了微信里啊。女孩说要约周日啊，周6她有事儿，结果男生呢把时间弄错了啊，把周日呢安排出去了。这下又惹怒了公主啊！他对男生说：“你对我说的话怎么就一点都不上心呢？啊，你到底能不能认真听别人说话？”男生说：“那我以后就认真听你说话，好吧？”本来男生是想调侃一下的啊，结果这句话对于这个女生来讲，就是在怼她啊！她马上就回应男生啊，说：“看来你适合找那种舔着你的女生，那种女生普遍都会哄人啊，嘴也很甜。”于是2个人啊就在微信里你一句我一句啊，就这么吵起来了。最后男生就说了一句：“你要是不会说话啊，可以少说，真的是一句比一句难听，你可以闭上你的嘴了。你这个人极其的没有礼貌，知道吗？你有什么资格对一个并不熟悉的人进行评价？你是一个做事情没有计划，随意更改啊，什么事情都要以自我为中心的人，迟到了都不懂得道歉，也不懂得赞美别人，总是在找别人的问题，放大矛盾点，还喜欢随意评价别人的人。”说完之后呢，等这个姑娘啊打了一长串文字啊发过去的时候啊，发现自己已经被对方妥妥的拉黑了。这个时候啊，这姑娘就开始对我说了啊，哎呀，我发现现在的这些条件好一点的男生简直太膨胀了，看不清楚自己是不是啊，都以为自己配得上我呢。他们也不想一想，像我这样的女孩子在他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和生活圈子里是很难接触得到的，好吗？你们觉得啊，这2个人到底谁对谁错呢？
啊？你们怎么看这个事儿？来，咱们到评论区聊一聊吧。到我这儿来的女生啊，她们最喜欢问的一句话就是：哎呀，老师有没有条件好一点的呀？啊，能不能介绍一个有房有车啊，工作稳定的呢？啊，那如果是在私企工作的话，有没有100万以上收入的呢？或者说她自己当老板的，那就更好了。啊，我跟你们讲吧啊，这样的女生啊，她到这儿来基本上啊就是来许愿的。当你给她几个满足她条件的资料看的时候呢，她又会说啊，挑出一堆毛病来。哎呀，这个长相不是我喜欢的，一看照片就没有感觉。行，那咱给她再找几个她觉得长相也在线的，并且呢也满足她有房有车这种条件的。哎呀，你看这个收入啊才20多万，有点低的，那以后的生活会不会压力特别大呀？啊，咱们再来看看吧。哎呀，你看这个做生意的啊，收入倒是不少，但是呢，你看他的学历也不太行啊，还没有我的学历高呢，那以后我们肯定聊不到一起的。好吧，那咱们就再给他找一找学历也满足他条件的，最后呢，终于找到了有房有车、学历高、长相好，甚至收入都很在线的男人啊。那这个时候啊，他又会给你来一个神反转。哎呀，你说这个条件这么好的男人啊，他能看得上我吗？他会不会特别挑啊？还有啊，他条件这么好，怎么还单着呢？哎，还会来相亲，他会不会有点毛病啊？这个人会不会是个托？你们看看啊，他们自己许愿都要许到不相信，真的是啊，有时候心脏病都会给你气出来的。你真的是啊，特别想怼他。相亲的人条件好的其实很多的啊，有年收入上百万，也有自己当老板的，甚至啊都有资产过亿的人啊。人家的条件好来相亲，这不很正常吗？哎，你觉得人家不正常，那你来相亲就很正常吗？那说明你条件差了。那你条件那么差，你还那么挑吗？别人年龄大了，单身，那就是有毛病了。你自己年龄也这么大了，你也不是单身的吗？那你就没有毛病啊。我真的想提醒你一句啊，相亲真的不是买东西的，我们这儿也不是超市啊。你花钱可以随便挑东西，但是在这儿啊，讲究的是你情我愿啊。还有就是啊，最后你能不能找到一个条件好的，核心在于你自己配不配得上这样的人，不是红娘决定的。如果你最后真的没有嫁给高富帅，那真的不是红娘的问题啊，是你自己的问题，知道吗？有一个单身小姐妹啊，被闺蜜告知啊，一起去聚个餐啊，介绍她认识个朋友，结果去了才知道是给她介绍男朋友。她眼前这个男人呢，要说从外表来看啊，真的不是她的菜。本身呢，相亲这种形式她就不太接受。于是呢，等闺蜜说临时有事先走一步之后啊，这俩人就心照不宣的聊了起来。女生呢，看到这位男士穿的衣服啊，也就200来块钱的 T 恤，普普通通的，说话呢还有点腼腆，全身的装备加起来估计不到500块钱。她的内心啊，莫名其妙的升起了一股厌烦，直接就说了啊，我觉得呀，咱俩并不合适。男生就问他为啥呀？这还不了解呢，怎么就觉得不合适了呢？于是这个女生就说啊，像你这样的人啊太多了，追我的一大把，但是我们好像也并不是在一个层次的吧。于是男生就问他，那你是在什么层次的呢？女生就说自己啊是在外企做高管，年收入呢50多万，在北京是有房有车的。她表示她想找的男生绝对不是眼前这样的。男生这个时候就有些明白了啊，就顺着她说，那你是看不上我的长相吧？那好看的皮囊5、6个对象呢，招架得住吗？那些有趣的灵魂呢，人家又不找对象的。像我这种啊，能普普通通的好好过日子的人，真的是已经不好找了。这个女生就笑了啊，你可真逗啊！我要是找你这样的，那不早就结婚了吗？男生说，可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呀，你要想好了，到底选择在宝马车上哭呢，还是选择在自行车上笑呢？有多少女生啊选择在自行车上笑了，结果呀男人还是让她哭啊。所以这些女生才想，既然都一样，那还不如坐宝马车上哭呢，这才选择了宝马车。可是现在有一个让你在自行车上笑的人，你还不满足吗？女生就接过话来说啊，你开玩笑吧，我为什么一定要选择在自行车上笑呀？我就不能选择在宝马车上笑吗？虽然我还没有找到宝马车，但是就你这个条件呀，就别给自己找理由了啊，我们真的不合适，我呢先走了。男士说啊，美女，那我懂了，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再走呗。你看啊，以前呢都是门当户对，条件好的呢找条件好的，条件一般的呢找条件一般的，谁呢都不吃亏，谁也不占谁的便宜，对吧？而现在呢是
条件一般的呢，都想找条件好的；条件好的呢，还是会选择条件好的；条件一般的呢，还看不上条件一般的。他又够不着人家条件好的，又想舔条件好的，所以一个条件好的呢，就找好几个对象，而条件一般的呢，都找不到对象。你是属于哪一类呢？这个女生啊，正想给这个男生发作啊，怼回去，结果呢，闺蜜的电话进来了，问她对这个男生印象怎么样。她说啊，不怎么样啊，我遇到个屌丝，还责怪闺蜜的眼光太差了，怎么给自己介绍这种条件的男人，是不是故意戏弄她的？闺蜜说，你太没眼力劲儿了吧，这可是某集团公司继承人啊，别说人家一年挣多少，一年的花销都是你的几百倍。人家今天去参加了一个慈善活动啊，穿的普通了一些，也没有开车，你也太以貌取人了吧。嗨，我啊还特意的啊，没有给你介绍他们家里的情况，怕你有压力，结果你怎么就搞成这样了呢？你们看看啊，这个时候这个女生是不是肠子都会悔青了呀？你是不是认为有钱人就很好找对象呢？其实不一定啊，有很多人啊，他找不到对象，都以为自己是因为穷才没有女人爱的。其实呢，那是你并不了解那些有钱人，他们其实啊也挺难的。我说的啊，可是找结婚对象啊，不是找女朋友。如果一个男人他很有钱，那么在他年轻的时候呢，一定不会轻易结婚的，因为他的可选项实在太多了。他又年轻，那他为什么不多挑一挑，选一选呢？有大把的女人还往他身上扑呢，而且他们呢也比较难分辨，女人到底是真心爱他的人呢，还是爱他的钱呢？所以年轻的有钱人呢，不太容易轻易结婚。最后呢，他们的年纪越来越大了，还没有结婚，那都不叫大龄剩男，那叫钻石王老五了，对吧？那如果他过了45岁之后呢，可能会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着急。这个时候啊，他们在财富方面呢，仍然很有竞争力，但是在年龄方面可能就有劣势了。因为男人他一辈子啊都改变不了的喜好，就是喜欢年轻貌美的女子。可是呢，年轻貌美啊，它是一个稀缺资源呢，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可能要面临着跟一些年轻的有钱男人去抢这些年轻貌美的女子了。那往往他们能抢得过的几率是比较低的。为什么呢？你去问100个20多岁的美女啊，如果有一个45岁的身家10个亿以上的男人和一个30岁资产2个亿的男人，让他挑选的话，那他们都会怎么挑呢？这些女生可能有大部分啊都愿意选择年轻的这个。主流思想呢，还是希望找年龄相当一些的。这个时候啊，还是有一些愿意选择年龄大的大叔的。可是这个时候呢，大叔却没有安全感了。他可能能明确的知道这个女人呢，肯定是图他钱来的，总不可能图他的老吧。于是呢，大叔呢就会想各种的办法啊，保全自己的财富。比如说他让女人未婚先孕啦，比如呢搞个婚前财产公证啦，比如说呢要求签婚前协议啦，等等这些东西啊，他要来保证他的财务风险。往往呢，他们跟年轻小姑娘谈恋爱的时候还比较抠门的，希望对方呢不是图他的钱啊。但是大叔就没有想明白，你这个时候对于这个女人来讲啊，你就只有金钱价值了。你除了钱，你还能给她什么呢？是爱情吗？你的真心恐怕早就在青春岁月中消失殆尽了吧？你还给得起吗？那难道是性？你的体力恐怕也不及年轻小伙子了吧？所以呢，有钱人他结个婚其实也挺难的。你们认为是这样吗？今天啊，我这来了一个男生啊，跟我吐槽他最近的相亲经历。他说如果不是父母催他结婚，他呀压根儿就不想结。可是呢，相了一圈下来呢，一个都不成。不管成不成吧，反正呢我也努力了，算是给父母一个交代吧。那我就问他，那你为啥就一个也不成呢？他说啊，只要他跟对方说了他的要求啊，就没有一个同意的。那我就问他，你到底啥要求啊？把姑娘们都聊跑了。他接下来说的话啊，真的是有点颠覆认知。他说，首先呢，我希望对方啊在北京有2套以上的全款房，这样的话呢，以后不用跟父母住一块嘛，少一些矛盾，对吧？还有呢，我也不想一起还房贷，这个要求没有什么毛病吧？我说这个听上去是没毛病，但是你说的这个是要求女方的房子呀，难不成你是打算婚后住在女方的房子里？然后他理直气壮的跟我说啊，是啊，有什么不行吗？因为我们家就1套房子呀，最好呢婚后啊他们家的房子还能加上我的名字我需要安全感呀，万一有一天离婚了他把我踹了，至少我还有钱在，对吗？其次呢，结婚的话我也需要他能出嫁妆啊，我父母把我养大也不容易的，
他们呢也就我一个儿子，我们要是一结婚，我不就成了他们家的儿子了吗？我不能让我的父母白养我呀。婚礼的钱我们家可以出，婚后的话呢，我希望我们的财务能 AA。 这个时候我就问他了啊，那你这不就把自己嫁给对方了一样吗？他说没有啊姐，我只是想公平一点，现在的女生不都这样要求男生的吗？我只是换了一个角色啊，说出了跟他们一样的要求而已，但是他们就全部都不行了啊。现在的女孩子啊，这个婚恋观也太扭曲了，明明就是两个人结婚吧，凭什么买房子的是我，买车的是我，最后办婚礼的还是我，给彩礼的还是我呀？凭什么我就得给他们做提款机呀？每一步都在说钱。其实如果他们不提房子，不提车，不提彩礼啊，办婚礼的钱我们家可以出，房子首付我也愿意掏，然后我也愿意自己还房贷，婚后的房子可以写他的名字，婚后我挣的钱可以一半交给他作为家庭开销，他自己挣的钱爱咋用咋用，我也会把他当个宝贝儿疼。可是现在啊，找一个这样的女生真的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要是让我娶一个成天都在算计钱的女人，那婚姻不就成了买卖了吗？我觉得呀，这围城不可轻易进的。我不想啊，等杀出来的时候已经遍体鳞伤，人财两空了。你不觉得是这样的吗？大家觉得他说的跟你们想的是一样的吗？最近有一个大龄剩女啊，来我的许愿池了啊，许了个愿，说等我交了一个男朋友的话，我不跟他要房子要车子了，我的房子写他的名字都可以，车子呢我也可以给他开，每个月我赚的钱全部都给他，他想怎么花就怎么花，我也不要求他做家务，节日也不用给我买礼物，我给他买，他不高兴了我哄他开心，如果结婚的话我出嫁妆，他不用给我彩礼，婚礼的费用呢全部都由我来出，三亲啥的他都不用操心的。婚后我们要是有了孩子，那得跟他姓，孩子呢也不用他带，我自己来，总之我负责赚钱养家，他呢可以负责英俊潇洒就行了。而且呢我还要做好家务，给他洗衣服做饭端茶倒水，他要是困了累了，我再给他捶个背洗个脚泡个热水澡什么的。男人嘛天生就是应该来享福的，要不他娶我是为了什么呢？不仅如此啊，我还要把他的父母啊当我自己的亲生父母一样去伺候，做一个孝顺的儿媳妇。你说这样的我好不好啊？哎，就是不知道哪个男人会有这样的福气能娶到我呢？你们看看啊，这个许愿许的是不是很梦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啊，现在呀，很多大城市里面有很多的大龄剩女，其实她们是很焦虑的。有人说啊，我们天天在吐槽女生制造焦虑，其实你们自己不觉得这些焦虑是你们自己给自己造成的吗？我们怎么就不吐槽男生呢？因为就从找对象这一项来说啊，从条件要求来讲，男生真的没有你们女生要求那么多啊。人家男生最多就要求一个年龄和长相，性格好一点就行了。条件好点的男生顶多加上一个学历好，其他的人家都没有什么要求了。我们还能说人家啥呀？我们还吐槽人家什么呀？而女生的要求可不是这么简单啊！你们那个条件要求恨不得都要写成小作文了，什么长相了、颜值了、身高了、学历了、人品了、工作收入了、家境了、房子了、车子了。谈恋爱男生得主动了，得付出了，要买礼物，要表心了，要转账，要现金了，结婚要彩礼，要三金了。男朋友就得像个舔狗一样，否则啊你就不配我。年轻的时候啊，你们不就是这么作的吗？把一些很好的男生都给作没了。等到快30岁了来相亲了，就不打算要爱情了，得找个有钱的人接盘。说实话，你把人家有钱人当傻子呀。然后呢，等你过了33岁，真正进入大龄剩女的行列之后，你还能挑什么样的男人呢？这个时候啊，我说实话，你可能连那会儿看不上的男人啊，你都不一定找得到了。你要是过了35岁啊，那真的是啊，已经走在了齐天大圣的路上了。为什么？因为你可能遇到的更多的是取经路上的妖魔鬼怪了，那可能没有几个是正常的啊，你懂吗？最近呢，有个相亲的女孩啊，问了我一个问题，她说现在的男生是咋回事呢？都不主动追女生了。那你要是不追，怎么谈恋爱呀？你要是不谈恋爱，那怎么结婚呢？你不结婚，又哪来的后代呢？你没有后代，你们家香火不就断了吗？那社会还怎么发展呀？我就跟她说啊，现在的男生他不是不想谈恋爱，大部分的普通男生那是谈不起恋爱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很简单。
因为赚的钱还不够女生霍霍的，知道吗？这事儿很现实。我就给你算个账啊，假设一个男生在北京一个月累死累活啊，赚2万多，每个月他的房租算3000吧，水电煤气上网费，吃喝拉撒啊，勤住坐卧，交通费算下来5000左右差不多，这就7、8千没了。这也就是在北京的一个基本生活，这还没有算买衣服买鞋和那些日常用品的钱，每个月还有很多的人情往来也要用钱，我们就满打满算1万块钱，那他还有1万可以省下来，对吧？可是如果他交一个女朋友啊，那我不得不大方点了，对不对？哎，每周得约会吧，约会不得男生主要来买单吗？哪个女生谈恋爱的时候会主动买过几次单呀？她们自己可能掰着手指头啊都能数得出来，对吧？更何况大部分女生都喝过毒鸡汤，什么男人不给你花钱就是没有诚意，就是不爱你，这话不就是逼着男生得主动花钱主动买单吗？但凡遇到个把钱当纸的女人，那别说自己攒1分钱了，可能连老本都得赔进去，甚至还得动用父母的存款和养老金。关键的是到最后可能女生还嫌自己穷，觉得不合适分了，男生得个人财两空，他何必呢？所以他们现在真的不瞅准了是不下手。问题是现在有很多的女生也说自己不愿意谈恋爱了，其实呢是因为男生开始清醒了人家不想徒劳的付出了，所以这些女生既得不到感情也得不到钱，他们就说找不到一个靠谱的男人了。特别是有些大龄剩女他们的心态，他们是不知道自己年龄大吗？他们比谁都清楚的，所以他们总希望呢能一次性上位，找一个条件好的。所以男生们被 PUA 时间长了也看得很懂了恋爱是咋回事。我追求你呢，你说我是舔狗我跟你讲道理呢，你说我 PUA 你我跟你讲未来呢，你说我在给你画笔。有时候一个普通的男生可能他不是不爱你，而是一想到钱他就没法爱你了。你别跟他说难道钱比我更重要吗？你还真别较这个真儿人当然比钱重要，但是男生没有了你，他的钱还在但是他如果没有了钱，那他也就没有你了。很多女生都掉进了资本营造的浪漫陷阱里一年10个节都要过，你要的浪漫仪式感都是钱，知道吗？你要的各种生活的小惊喜都是钱，明白吗？到最后明明就是男人花的钱不够到位，不够满意你还要说成是人家不够爱你，你失落了，你不高兴了那他就会觉得，既然我给不了你想要的生活，那我们还是分手吧。即便是你爱你的男生，但是你还是希望能够遇到那个可以给你那种生活的人。所以现在的女生真的没有爱情，而男生呢还在想着可以拥有一份纯粹些的爱情。但是他们现在也懂了在金钱面前，爱情已经什么也不是了。虽然赚钱没有那么容易，但是比爱你要简单多了明白吗？如果你的闺蜜总跟你说你男朋友这儿也不好那儿也不好，这时候你该怎么办呢？最近有个姑娘跟我说这件事让她特别困惑。她有2个闺蜜都是单身，大学的时候呢她们仨就是很好的朋友，现在大家都27、8岁了，家里边也催得比较急。现在呢只有她谈了一个比较固定的男朋友，只不过呢她这个男朋友可能在经济条件上真的是不太好，在北京没有房子有辆20万左右的代步车，他们俩租房子住，男朋友呢1个月工资就2万多，每年2个人除了春节只过情人节和生日。男朋友对自己其实也挺好的，虽然他现在没有多少钱，但是他是个很努力很上进的人。他的收入其实在这几年当中也每年都在不断增加的。谈了2年了，男朋友确实没有给自己买过什么高级的奢侈品礼物什么的，但是他俩都希望把钱呢攒一些留着以后婚后用。他自己认为那些什么名牌包包呀高端服装穿在身上不过是给别人看看而已那自己的生活自己才知道，那何必活得那么虚荣呢？再说了，他认为自己是属于那种其貌不扬的姑娘，所以他就想做一个安分的女人，找一个普通的男人，过过自己的小日子就行了。可是她的这2个闺蜜这2年真的没少劝她说你就别跟这个男人在一这儿吃苦了大北京有的是混得好的男人，为什么不重新选择，找一个有钱的，干嘛那么努力攒钱呀？你这个男朋友这么穷，他根本就不配结婚。
未来有你哭的时候，就因为他一直以来就没有听他们劝的，那现在联系都变少了，所以他自己呢也开始怀疑啊，自己坚持的是不是错了，甚至他自己都开始有点动摇了。想一想北京的房价啊，以现在男友的实力，估计未来是不可能在北京立足的，所以他最近啊都有点抑郁了。可是我跟他说啊，你别听他们的，听他们的，你就会跟他们一样，最后成为大龄剩女，做梦都在等一个霸道总裁爱上她。最后呢，等到了人老珠黄，被人家男人挑来选去啊，被有钱的人玩弄身体和感情，到时候呢，他们就会明白那句话，圈子不同不要强融，总想攀高枝儿，你咋不看看自己到底是野鸡还是凤凰啊？再说了，下回他们再这么劝你，你一定要给他怼回去。你说关你屁事啊，我老公我自己选的，我乐意，他是花你家钱了还是吃你家大米了，你不要给他们面子。你要相信啊，总有那些见不得你好的人啊，想看你笑话的人，一定要跟他们保持距离的。就如果你也被他们带节奏了啊，也跟着一起挑你老公的毛病，要不了几年啊，你就会发现啊，别人呢都好好的啊，就你本来该有的都没了，到那会儿后悔就来不及了啊，明白了吗？所以在当今这个社会啊，当滥情都成了主流的时候，深情反而成了罪过。在乌鸦的世界里，天鹅都是有罪的。